年一度的牢笼测试日将于5月12日正式开始。在那之前，大家将被赋予作恶无罪的特赦权，造业同犯罪行的人将被释放，重获自由。各位，玩得开心？小妞，一会儿牢门开了，哥哥我第一个就去。安静，测试日还没到，别逼。右翼小姐，上边已经下命令了，所有看管人员都撤离了。一会儿闸门打开，你往防空洞方向跑。这是钥匙，你一定躲好。突然，这是纪念，谢谢你。裴司长在世的时候救过我的命，现在照顾他的女儿是我应该做的。即将开始。裴右翼，该死！我操！这终于给我放出来了！老大，玩玩那个小娘们儿，再顺手再宰几个不顺眼的，手上人头多了，说不定也能拿个赦免奖励放走。哎呀，还真在这等着我，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让我看看你。让我轮到你了，魔鬼就该被特赦。好久没见过太阳了，这是几年来，太阳都照着谁呢？右翼小姐，这些人都是你杀的。捐献者裴幼仪，恭喜你获得特赦日首杀奖励，你自由了。抱歉，徒儿，浪费了你了。那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呀？订机票回萨姆。陈先生，这个小女孩怎么处理？裴景一，既然这么心疼她，那就留她一命，送去集中营，自生自灭吧。是。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新一届大选结束，原涉外司司长程定国因多年来服务民众、无私奉献备受爱戴，在投票中以最高票当选新一任副总统。其子程家阳将接任父亲职位。程家阳，萨默共和国涉外司最年轻的司长，还真是优秀啊。据我所知，程定国的妻子早年去世，没有再娶，只留下这一个儿子。与其他的权贵子弟不同，程家阳从小就严于律己，谨遵父命，可以说是程定国唯一的软肋。哦，小姐，这些身份查无可查，万无一失。就这个吧。
乔飞。如果我是乔飞的话，现在应该也过着这样的生活吧。可惜，我不是乔飞，我只是为复仇而来。小姐，程家阳新官上任，他对这次的私人翻译选拔非常严苛。你确定不用我给你准备一个名额？不需要。可是，他从小被他父亲军事化管教，非常的在意规矩。你刚换了新身份，又贸然接近他，恐怕有些危险。我要的就是危险。程定国，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软肋是一步步怎么成为我的盔甲。我要杀你的人，诛你的心。都给我滚出去！司长，这几位都是我们万里挑一挑选的优秀翻译人才，不仅精通大国语言，对小语种也颇有研究。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成为你的。是吗？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舍外司是萨漠跟其他国家沟通的桥梁。再小的国家，再稀有的小语种都不该被放弃。你们全部人都给我滚出去 Monsieur le directeur, c'est pas poli de parler comme ça.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正在面试，外部人员非请勿入。我也是来面试的。你叫什么名字？乔飞。可是你的名字不在报表里。如果有人愿意邀请我呢？小姐，请配合舍外司工作。当然了。Monsieur le directeur, on se verra bientôt. 新车马力就是强，爽！怎么了？不喜欢？特意绕路给你买的。有心事？没有。哥们儿买新车你不出点钱就算了，平时看你那么忙，好不容易得空约你出来，我都以为你不爱我。浪费那些精力干什么？
反正你哪辆新车不都开不到1个月吗？谁说的？我跟你说啊，除非他现在被撞了，不然我能开到报废。恭喜你啊，现在又可以换新车了。你没受伤吧？我没事，是我不好，对不起。哎呀，美女不用道歉，毕竟你也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司长大人，我们又见面了。佳阳，你俩认识？不认识。没关系，我可以再重新自我介绍一次。你好，我叫乔飞，我想面试涉外司首席翻译官。面试时间已经结束了，可我不在面试名单上，不受时间限制。我没空。原本没有，不过现在有了。Allô, voici la session 4 du pont de Chang'an. J'ai une collision avec une voiture de sport édition limitée. MJ03747. 姑娘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Merci d'être traité dès que possible. 这位先生，您的这辆跑车应该是私人限定吧？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由不同国家的专业团队制成，而且会有专门的原创设计师跟踪负责。有眼光啊！我已经联系了这辆车的专属对接人，车漆、卡钳、尾翼，分别是波兰、德国还有塞尔维亚。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提前联系我沟通。哦，这些可都是小语种，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对接人还有15分钟才能赶来，所以，司长大人，您现在应该有时间给我面试了吧？自副总统上任以来，萨默发展凶猛。前半年，涉外司已经跟周边的7个中立国家建交，未来的发展战略应该向更远的西方国家进发。所以，除了我刚才展示的小语种之外，想必捷克语、瑞典语、葡萄牙语也应该列入翻译系统的重点范畴。你会7国语？确切的说，9种。然后呢？你需要给我一个录用你的理由。司长大人，这个理由够吗？这个理由够吗？看来打破规则的人不止我一个。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不近女色的高岭之花，唯独对一款女士山茶花香水感兴趣，每个月都要从法国定制一批。你觉得他会藏着什么秘密？自作聪明。司长，久等了。佳阳，说好今天咱俩兄弟之日，你干嘛去啊？以后再说吧。乔飞是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狂妄、自大、不守规矩，涉外司
不需要你这样的人。美女你好，我叫旭东。哎呀，别搭理他，他从小到大就这样，不懂礼貌，不像我。不好意思啊，旭少爷，我的脚崴到了，你能扶我去休息一下吗？没问题，请。司长，需要查一下这位乔飞小姐吗？查。好的。对了，司长，表小姐今天回国了。表姐？她不是说在国外念完博士才回来吗？这个我不清楚，但她是和周家二公子一起回来的，好像是见家长商量订婚事宜。不回家了，掉头。司长，您这是要去哪？我说掉头。约10点，还有10分钟，还剩9分钟。你差点迟到，大哥，你能有点人性吗？啊！今天出车祸的是我，被你扔在马路上放鸽子的是我，现在被你拿秒针卡点的还是我。没办法，我不喜欢不守规矩的人。不就是文小华要订婚了吗？至于那么大气性吗？她是你表姐，你那本来就没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哎呀，好，我知道，我知道。哎，哎，这，哎呀！啊，嘉阳，听兄弟一句劝，这女人就像杯子，碎了就换。笑话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水晶杯碎了一样能换。来，兄弟，今天给你换一批新杯子，随便选。都出去。嘉阳，我知道你的脾性，但今天这里没外人，都听我的。我说，都出去。你也出去。怎么是你？怎么是你？
司长先生，在这个地方，我或许应该改口叫您程少爷吧。你怎么在这儿？为了工作。偏偏又是和我有关，你到底有什么用意？你想听什么答案？是愿意相信这刚刚是巧合呢，还是我是为你而来？怎么会有山茶花的味道？你猜？是你吗？你想要什么？你舍得吗？说说看。我想要你身边的位置。我开玩笑的，给我一个机会吧，我真的想当你的首席翻译官。绝无可能。昨天晚上的事就忘了吧。还有，以后少抽烟，混着香水特别难闻。程家阳，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我说了算。小姑娘，你不要哭了，我们已经按照你说出的地址出警抓人了。天网恢恢，谁犯了罪，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把他绳之以法。真的吗？我好害怕，你们可一定要帮我。真的。我叫你们出去抓人，怎么像孙子似的回来了？人呢？哎呦，程司长，您怎么来了？警长，昨天强迫我的人就是他。胡闹！你这个刁妇故意惹事，程司长日理万机，你竟然平白抹黑他。程司长，今天很对不起，你没有来过，我也没看见过你，还愣着干什么？马上准备车，把程司长送回去。还有这个刁妇寻衅滋事，恶意抹黑国家机关人员，以诽谤罪论处，扣押，
罚款。副总导，少爷以强奸、猥亵罪被警局的人带走了，要不要我去疏通一下，顺便查查这小姑娘的底细？如果他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就不配做我程定国的儿子。是。使诈有用吗？多谢司长大人提醒，不过看守所人多嘴杂，恐怕你的秘密也保不住了。你的表姐温小花，墨迹什么？押走！等等，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怪不得司长大人拒人千里之外，原来是有了自己的山茶花了。我要配合警局处罚了。司长大人，请便。警长，我不追究乔小姐的责任，我们私下解决。司长大人，打算如何私下解决？明天来涉外司报道。涉外司重地，乔小姐请止步。是司长大人让我来报道的。我知道，但你的位置在那里。今天之内把这几份外交文稿翻译成塞尔维亚语，辛苦了。这是首席翻译官的工作吗？谁说你是首席翻译官？什么？司长呢？守好一个校对文员的本分，这不是你该问的。我花了17年，再次站到你身边，你看得见吗？看见我正一步一步夺回原本属于我们的一切。程司长今天说给咱们安排了好几天的工作，他是不打算来了吗？应该是。我闺蜜啊，在周氏财团工作，听说周氏的2少爷周南明天要和文小姐订婚，司长跟这个表姐是出了名的亲近，肯定要去见证的。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去凑热闹吗？想什么呢？这种豪门盛宴，只有名门密友才是座上宾，我们啊，只能在电视前看新闻喽。哼。喂，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样？觉得好好看，还好吧？觉得很不错。对吧？那裙子这边。小华姐，南哥，你们可太不够意思了！弟弟还没到，你们就先开始了。西东，你总算来了，快请进。
这位是？这是我美丽的女伴。韦小姐你好，我叫乔飞，祝二位订婚快乐。谢谢。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过来有什么目的？你想多了，是旭东邀请我来的。你们很熟吗？你很关心。乔飞，佳瑶，原来你们认识啊？韦小姐，我是圣外司的工作人员，不过只是校对文本的文员，平常见不到司长。认识，不熟。不过也是，大家都说司长平日里刻板严肃，即使见面也不过是泛泛之交，亲昵不起来，不像您。我？您是他表姐，关系自然同我们这些外人不一般。对了，佳阳，我有事想跟你说，跟我来一下。佳阳，我知道这件事儿让你很为难，但自从蝈蝈走后，文家就大不如前了。这次和周氏联姻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没有迦南那块地，以后周氏会更把我们踩在脚下。但是那块地在我爸名下。我懂了，没关系的。定国，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总这么应酬，早晚会出问题的。你这妇人之见，你懂什么呀？不管闲事。妈妈，你没事吧？没关系，佳阳，妈妈没事。的确是我唐突了。谢谢你，佳阳，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小花，这件事我来想办法。佳阳，谢谢你。小花，我不会让你像母亲一样受伤。果然。既然是大喜的日子，我就送你们一份礼。这是班主任这边是不上真实，不是小佳瑶，谈恋爱怎么不告诉我？还把不把我当最好的哥们儿了？这怎么回事？不过。这身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哦，佳阳你，哎，怎么感觉这打扮和身材有点像？哎，这条白色的山茶花裙子好像是名媛高定特别版，我记得整个萨漠就只有文小姐有一条。别开玩笑了，我跟阿南的感情这么好，况且我和佳阳只是姐弟关系。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是我？话虽如此，但程司长为人规矩，从不乱交际，与异性更是淡薄疏离。况且这条裙子更是稀有，这如何解释啊？哦，是啊，这如何解释啊？我看看，天哪！确实一我是谁啊？不准做的，立刻住手！
如果不呢？大家不用再猜了，我知道照片中的女人是谁。这衣服和照片里面那个，他是谁啊？怎么也会有这样的衣服？好像是刚才跟旭东少爷一起来的女伴儿，可是这和程司长有什么关系啊？和程司长约会的女人是我。这条裙子虽然在萨漠只有一条，但我这条是嘉阳之前从巴黎特意带回来的。能跟文小姐拥有同一样东西，还真是荣幸。怕你为难，没有跟你商量就提前承认这件事，没有给你添麻烦吧，嘉阳。既然如此，就不麻烦大家了。借着南哥跟小华姐的婚礼，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事情，这就是我的女朋友乔飞。副总统，姑父，您怎么来了？小花，今天不管怎么说也是你的大日子，姑父是看着你长大的，理应前来祝贺。不过我这老人家来，没坏了你们年轻人的兴致吧？没有没有，姑父，我们欢迎您还来不及呢。程定国，我们又见面了。真好啊！对呀，好久不见，是啊，我怎么还在听？真快，挺快，下次继续啊。品够了吗？观众还没离场，演员怎么能谢幕呢？看来副总统对儿子谈恋爱这件事还挺上心的嘛。你真的觉得我爸会在乎吗？我只要你在乎。我今天可是帮司长化解了一个大难题，司长应该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吧？想爬我船的女人有很多，你知道她们最后都是什么下场？你如果不想悄无声息的消失的话，最好安分点。我跟他们不一样。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很特别？就凭……嘉阳，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为难。如果没有迦南那块地，以后周氏会更把我们踩在脚下。如果副总统他知道你已经答应把迦南那块值钱的地皮送给文小姐当新婚贺礼，他会怎么想？你威胁我？那要看司长大人愿不愿意让我威胁了。你说说看，想要什么？你之前答应我入职涉外司，但安排的工作却不是我想要的。我知道你后天要去迦南参加外交活动，我想随行。行啊，那你后天不用回涉外司了。真的？真的。你被开除了。
对了，这个世界上能用文小华来威胁我的人，还没出生。信号干扰器。程家阳，你别急，你走得越远，就会陷得越深。司长，需要把那个乔飞处理掉吗？不用。如果我爸问起来，做是她是我女朋友的身份。是，司长。喂，佳阳，对不起，我知道不应该那么晚打扰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别着急，慢慢说。周南他去夜色酒吧办理单身派对，你知道那种地方鱼龙混杂，都是些不干净的女人，万一他染了什么病，我以后该怎么办？我拦他，但拦不住。你别怕，半个小时内我让他见到你。去找周南。佳阳，如果你看到乔飞浪荡的样子，还会爱他吗？乔飞？是，周总。鱼上钩了。玩程家阳的女人一定很有意思。周总，您答应我的，1瓶酒1万块。看来程家阳平时对你也不是很大方嘛。周总，你别这么说，家阳对我很好，只是什么？只是你胃口太大，一个男人喂不饱你啊！哎呦，程家阳在我的婚礼上喧宾夺主，我吃点利息不过分吧？周总，你要干什么？放开我！周总，不要！放开我！都给我滚出去！家阳，你怎么来了？姐夫，该回家了。哎呀，家阳，这一家……家阳，你还有13分钟到家，不然周氏二公子订婚宴晚上嫖娼，就会登上名人头版头条。家阳，算你狠！你没事吧？Love's my religion, but he was my faith. Something so sacred, so hard to tell. 你怎么来了？先回答我的问题。也是，你是为文小姐打抱不平，我不该意外。之前接近我不成，这次
又找上了周南。你也看到了，我想要钱，所以你进少外司就是为钱？你就当我是吧。今天谢谢程司长了，不过我更要谢谢你，让我知道，像我这种社会底层的女孩，和高高在上的你，永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一句话就能熄灭我的梦想，你一个身份就能让我沦为被人轻视的玩物。既然于公于私你都不愿意帮我，那就算了。乔飞，你不会以为你说这些话，我就会觉得愧疚吧？你沦落到这个地步，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那既然如此，程司长就把自己的愧疚拿回去。程家阳，要么我们赌一把，我懂你的心，不会那么甜。叮噔，给。生活已经很苦了，为什么不吃点甜的呢？啊，佳阳，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你未来是我的接班人，男子汉不许为改变不了的事情掉眼泪。剩下这些记得分给自己其他朋友哦。好好长大，不要像姐姐小时候一样吃那么多苦。姐姐，我想回家，可是天太黑了。这很正常，姐姐也很害怕。不过，我们俩在一起就不害怕了。爸爸，无心插柳柳成荫，看来老天也帮我。啊，还记得我小时候喜欢玩魔方，您总是陪着我一起解题，我解不出来，我就哭鼻子。妈，你安慰我
受完魔方就像看世界，千人千面，即使预想的跟自己不一样，也不一定就是错的。只要存在，就有缤纷。今天谢谢程司长，不过我更要谢谢你，让我知道，像我这种社会底层的女孩和高高在上的你，永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好好长大，不要像姐姐小时候一样吃那么多苦。乔飞，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哪一面才是你真正的一面？司长，迦南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迎接队伍，咱们准备起飞吧。人还没到齐。此次游访迦南共外派7人，都已经登机了。您在等谁？你怎么才来？我现在已经不是涉外司的人了，没有义务听你的安排，能来就不错。你虽然不是涉外司的人，但是你得完成离职前涉外司交给你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完成了一半。有什么问题吗？翻译的语序我不喜欢，重新翻译。司长，翻译一篇文稿至少要半小时，我们实在来不及了。降落之前，给我3种不同风格的翻译。飞机已经起飞了，比原计划多了1个人。我还从来没见过让嘉阳一次又一次打破规则的人。迦南如今掌权势力的不是我们的人，所以现在不是和他们建交最好的时机。还有，那个乔飞既然出去了，就别让他再回来了。副总统放心，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一箭双雕，他有去无回。欢迎陈司长以及随行团队光临。这位是我的首席翻译官。Bonjour, 乔飞。Traducteur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SAMO. Notre visite vise à établir des relations et coopération plus étroites et amicales. 你们迦南也妄想与萨漠合作，去死吧！你是谁？程少，这事儿你管不了。保护外使。这不安全，走。一个也别想活！快点！司长，小心！收飞！乔飞，司长，你没事吧？救人！司长，这种情况应该……我说救人！快！大师没事，只是晕了过去。交给我。司长，你没事吧？你疯了！如果你没事的话，就当是我疯了吧。如果爱tan从些温度，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脚步，别走了，命运不是征途。乔小姐的伤势已没有大碍，
但毕竟是女孩子，留下些伤疤总归有些影响。谢谢医生，剩下的我来吧。好。很疼吗？你觉得呢？那就忍着。你背上怎么那么多旧伤？怎么，你心疼了？自从进了集中营，大大小小的伤我早就习惯了，可关心我的人怎么会这么让人不习惯？我之前查过你的底细，你的身份里除了名字，剩下的都是空白。你不觉得你有什么要跟我交代吗？你想听什么？你觉得你很清白？程司长觉得我哪里不清白？你到底是谁？一个会9国语言的翻译官，身手还那么不凡，把身份处理得天衣无缝来接近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程司长还真看得起我。我的资料之所以是空白，是因为那些过往根本不值得被记录。你什么意思？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我爸嫌我是个累赘，丢下我跑了。为了活下来，我不得不学习技能，无论是文还是武，打我、骂我、羞辱我，只要能挣到钱都行。像我这样的人，跟文小姐那种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不一样。搜索名字，信息词条里弹出来的都是漂亮的丰功伟绩，而我呢，想要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得豁出命来换。比如，如果我今天没有救你，我也没有跟程司长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机会，不是吗？所以你来舍外司，也只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你。别紧张，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那以后就别开这种玩笑。生气了？那你是生气我为你而来，还是生气我说是开玩笑的？好好休息。谢谢。啊，对了，凶手背后的人查到了吗？他没有叫你司长，好像叫少爷。他今天恼羞成怒的时候，连你的安全都不顾，可想而知背后的人有多心狠手辣。你可一定要小心，实在不行找副总统帮忙呢。乔飞，你只是个翻译官。程家阳，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觉得我只是个翻译官。
加油！听说你今天遇到袭击了，没事吧？给我回个电话，我很担心你。司长，小心！司长，你没事吧？如果你没事的话，就当是我疯了。像我这样的人，跟文小姐那种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不一样。搜索名字，信息词条里弹出来的都是漂亮的丰功伟绩，而我呢，想要得到想要的东西，就得豁出命来换。司长，快到时间了，登机吧。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办。可副总统特意叮嘱，您必须按时回国，恐怕……喂，爸。嘉阳，该登机了。爸，回国的工作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也知道，今天是妈的忌日。不要让我说第二遍。司长，回吧。程家阳，上车。乔小姐，司长，司长，你去哪儿啊？你走了，我怎么跟副总统交代啊？你不是在养伤吗？你怎么来了？养伤哪有你重要？咱们要去哪儿？去你想去的地方。你不问我为什么要来这吗？肯定不是来山顶抽烟喝酒的。这棵树是我妈在生我那年种下的。她跟我说，这棵树会陪着我成长，等我长大了，树也就长大了。可是这棵树好像一直都一样，每次遇到风雨就摇摇欲坠。我小时候也是。种树是需要耐心的，是厚积薄发的事情。把树种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你有空也多跟阿姨来看看，图也该送送了。今天是我妈的忌日，她在我8岁那年就走了，所以这棵树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念想。所以，你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反抗副总统，就是为了多陪妈妈一会儿。很可笑了，这种事情在我们家竟然是禁忌。我爸从来不允许我来这里，因为他跟我说，我们都是身兼大任的人，我们的肩上是国家跟人，而不是自己栖息的小小巢穴。所有的这些都会变成软肋，变成敌人手里刺向我们的刀刃。
可是我妈对我来说是亲人，不是刀人。当然不是，只有伤害家人的才是刀人。做你想做的，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从来都不是错。程家阳，你明明是我复仇的妻子，为何这一刻看着你落泪，我的心也这么痛呢？司长，你可算回来了，喝酒了？爸，你还没睡？跪下！跪下！知不知道你错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错。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再去梅卡山了，不要再去见你妈了？做你想做的，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从来都不是错。爸，你还有我妈，我们不是一家人吗？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在我妈忌日那天去祭拜她，会是一种错？如果你觉得那是种错的话，那我宁愿一错再错。你，夏阳，副总统能等了你一晚上，他也是为你好，服个软就算了。没关系，既然你敢忤逆，那就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爸，你又要干什么？老钟，把梅卡山顶那棵树砍了。爸，我求你，爸，我求你，不要，我求你。我给过你机会了，我说过，你是身兼重任之人，不能流软肋，否则你所在意的东西都会因为你的忤逆而彻底消失。我求你，老钟，关他禁闭，在没想清楚之前，不许把他放出来。少爷，走吧。钟叔，我自己去。小姐，你今天帮助程家阳对抗程定国，实在太冲动了。如果被他盯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已经被他盯上了，但他现在动不了我。可是他这种人，连妻子都敢下手，保不住以后对您做什么呀？程家阳妈妈的死跟陈定国有关。我也是之前听你父亲裴司长说过一回，当时总统身患重病，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匹配也正合适。没过多久，副总统夫人就意外身亡了，而这颗心脏也在最佳时间植入到了总统的身体里。从那之后，副总统平步青云。畜生！小姐，如果您真想利用程家阳报复程定国的话，不如您把这件事情直接捅出去。不行，程家阳并非程定国那样的恶人，他要是知道，肯定会承受不了。小姐，你这么在乎他的感受，难道是动心了？
我姓裴，他姓程，这份仇恨永远无法和解。让你不听话，让你不听话，你听不听话？爸，别打了，别打了，假牙好痛！下次还敢不敢跟我顶嘴啊？下次还敢不敢犯错？不敢了，不敢了。妈，我好想你。你还好吗？ We are lying, tell you the truth. Sometimes we let them easily die. 你还好吗？ Alright, it's fake. 怎么是你？ 你怎么来了？甜吗？我以前小时候也跟你一样，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被关了起来。那个时候觉得很苦，就吃一颗糖，嘴巴甜了，心里就没那么苦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不知道啊，一间一间找的，看到门口那么多保安，猜也猜得出来。没有人拦你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手，他们根本拦不住。你还是赶紧走吧，我再被关几天就能出去了。现在晚上巡逻的人多，你别被发现了。我可以走，但你要跟我一起走。小飞，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程司长，今天是我陪你去的梅卡山，我陪你喝的酒，陪你吹的风。如果副总统怪罪下来，我有一半责任。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不该承受的惩罚。我出不去的。我姓程，是程定国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命运。我逃不出这间房子。你确定不跟我走吗？那如果说这样呢？我妈说这种树的种子很稀少，你从哪弄来的？不可能！我爸明明说他派人把那个山头给铲平了，你……如果说比他快一步呢？老钟啊，你看嘉阳真是长大了。乔飞之前把嘉阳送进警察局，让嘉阳在小华的订婚宴上官宣，这次又带着嘉阳去梅卡山的，都是他。是的。
这么看来，我还真该亲自去会会。到了吗？到了。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们今天离开梅卡山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众目睽睽之下把涉外司司长劫走，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想，一定得拉个垫背子，就把他绑架过来了。你笑什么？人质我可是千里迢迢给你带过来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哟。乔飞，程家阳，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如果只有月亮作证，我愿意冒险和你在今晚战论。 저 굳어버린 추억 마주 앉긴 참 너를 미워하는 마음이 없어 사랑이 그래 지우고도 선명해 하이브였어 너를 떼어내는 것마저 이렇게 기뻐하는 내가 싫어 미련한 꿈 안에서 And I can't do it all today Don't erase let me on the dream乔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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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长，阿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是副总统让我来接您回家的。我来的时候就没见到乔小姐。我爸呢？副总统他一大早就去国会大厦开会了。乔飞，你千万不能有事。收复所有国家的计划书，做好了以后交给我。记住，不要离。爸。 家阳，有事回家说。把身还给我！程家阳，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既然有能力知道我们昨天去了哪儿，就同样有能力把他带走。我跟你回去，把他放了。所以你认为乔飞和你一夜欢好之后离你而去，是因为我的阻止吗？程家阳，
你能分清现在你是跟我发脾气，还是在跟你自己的无能发脾气吗？啊？什么意思？你被他耍了，废！许多乔飞订婚宴。你能分清现在你是跟我发脾气，还是在跟你自己的无能发脾气吗？你被他耍了，废！哎，家阳都打了6、7个了，得多担心啊！要不然我就接一个，就一个。明天订婚宴的对话文稿背完了吗？快了，快了，快了。背错一个，我就删掉你手机里一个女生的信息。哎，别，菲姐，你是我亲姐，我背。你干什么？你要是不好好背，你的下场就跟这手机一样。乔飞，你太过分了！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旭东，你以前只是我的一颗棋子，但现在你是能决定我生死的战友。来宾上班，我先不打扰。中午好，先给大伙鞠一躬，感谢我爸爸徐德武先生。今天来的都是咱们家自己的亲戚。恭喜啊！乔飞，你可真漂亮，谢谢。恭喜。好，乔飞，今天有我在，什么也不用担心。开场致辞，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和菲菲相识于一场追尾邂逅，因为共同好友，所以走到了一起。如果程家阳问的话，就说虽然是朋友，但是爱情要懂得先来后到。都什么破词儿啊！先来后到，千万别问，千万别问，千万！这么大红包！嘉阳，你来了。怎么，好兄弟跟前女友的订婚宴，我不能来吗？完了。完了！当然可以啊，欢迎你。不过现在订婚宴还没开始，程司长可以去 VIP 室先休息一下。既然是你们的主场，那就麻烦新娘跟新郎带路。程司长这是在做什么？我未婚夫还在呢。滚！乔飞，其实
解释什么？解释你那天为什么突然失禁，今天为什么突然跟别人订婚。程家阳，如果你不姓程，不是陈定国的儿子就好。美女小姐，又见面了。友谊，原来你没死，我终于找到你了。阿武伯伯，所以你的意思是想和旭东结婚？爸，我程定国当初害死你父亲，的确罪该万死，但是你为了复仇，把自己配给这个混小子，实在太亏了。我和你父亲自幼交好，你现在有了旭家做依靠，不再是孤身一人，不如找个稳妥的办法，从长计议。不，我等不及了。能够毁掉程定国，唯一的痛点就是程家阳。现在他已经对我动心，但这远远还不够。我要让他彻底爱上我，甚至能为我豁出性命。只有燃起他的嫉妒心，才能让我的筹码坚不可摧。我不要最稳的方法，我要最狠的。友谊，你长大了，你想做的所有事，阿武伯伯都支持。爸，我不同意。我跟家阳是最好的兄弟，你支持他，谁支持我啊？当初老裴对我们家有恩，你再废话，我把你小子送到非洲做苦力。我，程司长，事实已经如此了，过程还重要吗？小飞，你想要了我的命吗？如果我说是呢？那我把命给你。真感人，这句话你对他也说过吧？小飞，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不见了我有多着急？我给你打电话，我找不到你人；我出去找我也找不到。我甚至以为是我爸故意把你赶走的，我去找他要人。程家阳，我爱上你了。你再说一遍。因为我爱上你了，所以我必须要远离你。爱是没有办法跟人分享的事。我知道你心里有人，所以我不想当文小华的替身，我只能跟别人结婚，这样我们才能彻底断了关系。跟我走吧。来不及了，我好累。比起爱你，我现在只想选择爱我的人。小飞。꿈처럼 다가갈게
什么？你真的这么说了？菲姐，我求你留我个全尸吧。佳阳从小到大生了气，是很难哄好的。不行，现在不哄，以后就更哄不好了。我见不得他那么痛苦，我得把一切跟他讲了。你敢？其实我看得出来，佳阳是很喜欢你的。虽然他之前嘴上一直在一小华姐，但是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发过脾气，甚至没有像今天一样失控。他今天居然冲我摔门了。其实你是喜欢他的，对吧？别瞎说。小飞，小飞你在哪儿？许东，给我滚出来！我兄弟叫我呢，开个门让他进来吧。许东，许东，这个畜生，开门！你们，在干什么？你说呢？佳阳，你听我解释，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旭东他爱我，可以为我做到这个地步。可是爱你，我能得到什么呢？爱我吧，他能为你做的，我也可以。程家阳，你真是疯了！是，我也觉得我疯了。从我开始为你担心，为你发怒，为你无法自拔的时候，我就已经疯了。小飞，自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我才知道爱和欣赏的区别。在我心里，你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小飞，你赢了。我爱程家阳，不是我赢了，是我们一起输了。我说过，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有束缚，你的爱也是。原本我只用一个人忍受这份痛苦，现在我俩一起下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死了，你也别想渡我。Keep knocking from the past, like I owe you one more glance. All those nights made me silent. I'm not the child.
乔飞，跟我回家吧。我对你是认真的，无论你在哪个世界，我都想靠近你。可是副总统能接受我们的关系吗？如果他像上一次一样威胁你怎么办？嘉阳，我给过你机会了。我说过，你是身兼重任之人，不能有软肋，否则你所在意的东西都会因为你的武力而彻底消失。爸，我求你！你放心，这一次我想自己做主。副总统，司长回来了，还有乔小姐。这么顽强的蛀虫，除掉不如留着好好利用。看来是时候该给嘉阳好好上一课了。跟我来。真是讽刺！程定国竟然将爸曾经的照片贴在家里，这明晃晃的炫耀，究竟是友情的纪念，还是他获胜的勋章？怎么了？没什么。乔飞，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怕吗？既然来到了这里，一切都来不及了。有客人来了，请进吧。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副总统您好，我叫乔飞，是嘉阳的女朋友。嘉阳，今天不是公休日，按理说你应该在涉外司办公，而不是带人在这里跟我吃饭。爸，今天我带乔飞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我爱乔飞，我想跟他结婚。乔飞小姐，副总统，我在。我看你有点眼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是吗？那副总统觉得是在哪儿见过我？你说呢？你一次次的让嘉阳为你打破规则，甚至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把嘉阳带走过。你的本事我早就见识过，怎么会不眼熟呢？啊！副总统，您真幽默。乔飞小姐，跟我说说，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蓄意接近萨摩的涉外司司长？爸，之前的事不怪乔飞，我在跟乔小姐说话。副总统，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喜欢嘉阳，从见面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起初我只是想在涉外司谋求一个位置，
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即便是远远的看着。可是我后面越来越贪心，我想要一直能够在他身边，想要他只属于我，完完整整的只属于我一个人。其中使用的一些手段可能冒犯了你，但我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爸，我知道您担心什么，您放心吧，这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盔甲。决定好了，你长大了，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吧。谢谢爸。怎么了？物业刚才打电话说公寓漏水了，维修需要3天时间，最近都没办法住了。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不如乔小姐这几天就住这儿吧，提前适应一下。真的吗？不会打扰到你们吧？老钟在，给乔小姐准备房间。是，副总统。乔小姐，跟我来吧。友谊，友谊，欢迎回家。副总统，您在叫谁啊？爸，幼仪失踪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怎么突然间提起来了？不好意思，叫错名字了。乔小姐长得跟我之前认识的一位故人之女有点相似，所以我一时间恍惚了。没关系，您早些休息，我们来日方长。老裴，哎，丁国，这就是你女儿啊，真漂亮。来，让程叔叔抱抱去吧。程叔叔好。哎，真乖。我没猜错，果然是你，裴友谊。我小时候长得还蛮帅的。佳阳，你长得像你妈妈。大家都这么说。这些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存在我身边，时不时就翻出来看看，好像就能回到当年那些幸福的日子。那现在呢？你觉得幸福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感觉我爸变了个人。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生活在一起，但总感觉我爸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小家里了。我也分不清楚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想过来，他确实心思是放在人民群众上，这也的确不是什么坏事。唉，无所谓了，不管他怎么对我，他是真心爱我吗？你确定吗？什么意思啊？这是迦南黑市器官交易的备用案。17年前，文婉清签署了一份自愿捐献心源器官的证明，死亡日期仅和签署证明的日期相差1天，死亡原因是自杀。自杀？文婉清死的时候，程家阳才8岁，一个母亲
怎么可能选择丢下自己的儿子自杀呢？这就是蹊跷所在。而且当时我还问过在集中营的黑手套，他们说文婉清头部遭受过重击，但是死亡原因是枪击，枪支到现在没有找到下落。迦南的枪支，跟我爸身体里的那一颗是一个型号，是程定国。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像副总统那样的人，心里应该装着大家。爱大家的人，怎么会不爱小家呢？乔飞，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那么坚定，那么勇敢的选择我。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我爸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答应。我看你有点眼熟，友谊，欢迎回家。果然不好糊弄，看来他这么轻易的放过我，是因为已经认出我了。但攻略他这件事情还没有到尽头，我还得继续努力。好。怎么了？在自己家还小心翼翼的。做了杯手冲，想让副总统尝尝，但是……哦，他们是出于国家机密跟安全需要，即使我爸在家办公，他们也会随时派人重兵把守。而且啊，我爸他不喝咖啡，他老人家只在每天晚上睡前喝杯牛奶。我知道你很想关心他，让他更好的接纳你，但是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程定国，既然你我现在已经是明牌，那就不用再彼此装糊涂了。只要我逮到机会，一定会杀了你。你好，乔小姐，辛苦了。我刚好找副总统有事，顺便帮你送进去吧。这……怎么，副总统让我住家里，你把我当外人？乔小姐，您误会了，那麻烦你了。程定国，你死期到了。真不是时候。Je vous ai déjà dit, n'utilisez ces numéros qu'en cas d'extrême importance. 这是迦南的语言，程定国不仅能听懂，居然还会说。那当年他跟爸一起出访迦南的时候，还刻意带了翻译。
原来是 Vous savez parfaitement ce qui se cache sous le derrière de Ganan. Sans mon approbation personnelle, personne n'a le droit d'y juger. Puisque Wen Xiaohua a franchi la ligne. 温小华订婚的时候，嘉阳承诺送给他的那块地，看来程定国身上的秘密不简单，他现在还不能死。谁？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乔飞小姐？9点多的时候，我来给副总统送热牛奶，是乔飞小姐帮我送进去的。在之后就没有看见了。知道了。谁在里面？小飞，你在里面吗？不愧是裴景义的女儿，做起事来一样没头脑，鲁莽。裴有义，很遗憾你还活着。就凭你，也配提我父亲的名字？如果接近嘉阳，是你为了报复我的筹码，我劝你省省吧。刚才你也听见了，所有阻止忤逆我的人都得消失。就像你杀了我爸和嘉阳妈妈一样，对吗？你做梦！小飞，你在干什么？爸，你没事吧？爸，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嘉阳，你听我解释。你闭嘴！你没事吧？嘉阳，这个女人很危险，拿着她，拿着她。嘉阳，她不是乔飞，她利用你来杀我。我和她之间，你只能选一个。他不是乔飞。那你是谁？我是裴景义的女儿，裴有义。不可能！爸，裴有义不是早就死了吗？没错，那个懦弱的，看着自己父亲死在面前却无能为力的裴有义，早就死了。程家阳，17年前，你爸杀了我爸，我对你们程家只有恨，只有亲手杀了你们所有人的恨。够了！程家阳，动手吧。嘉阳，别犹豫，开枪！开枪！开枪！程家阳，我给过你机会，不要回头。乔飞，刚才我爸说的都是真的吗？所以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故意设计好的。从一开始，我就只是
你为了用来复仇他的一枚棋子，对吗？是。所以，你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爱过我。所有的美好，都是我一厢情愿，对吗？是。不可能！你一定是爱过我的，对吧？你一定爱过我的，对不对？程家阳，你们父子平步青云，接受掌声和爱戴的时候，我被程定国关在迦南最残忍的集中营，自生自灭。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而你们是自私肮脏的神。你让我怎么爱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幻想。下次见面，我一定会杀了你。刘姨，该走了。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而你们是自私肮脏的神。你让我怎么爱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幻想。下次见面，我一定会杀了你。We're not tonight. What is in your mind? Cut across the line. 程家阳， Our eyes. 一切都结束。爸，对不起。家阳，你是爸爸的希望，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你的路一步都不能踏错。爸爸老了，你不能一直在爸爸身后，总统也不能没有人负责。爸，你是什么意思？代替我，成为我。各位尊敬的萨默共和国的人民们，今日我怀着深深的敬畏跟责任感，开始履行我作为副总统的职责。在此之前，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前任副总统，我的父亲程定国先生，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会努力尽职尽责，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希望，并且承诺，绝对不会成为和我父亲一样的人。程家阳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父子俩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谁知道呢？但儿子一定是最理解老子的人。老副总统一直以来深受爱戴，若是爆雷，那肯定是震惊世界的世纪大新闻。家阳，你在说什么？爸，你自己做过些什么事情，你自己不是最清楚。你自己不应该最清楚。我亲爱的父亲程定国先生一生为国为民，他为了总统的健康，甚至不惜请杀手暗杀掉自己的妻子，然后伪造了一份器官捐献自愿书，将他的心脏捐赠给了总统。我的父亲为了繁荣昌盛，与迦南里通外应，倒卖军火，然后铲除了一个又一个跟自己政见不合的政敌。17年前，前任涉外司司长裴景义先生因为得知了我亲爱的父亲他肮脏的计划，于是被我父亲残忍枪杀，从上推行，营造成亿万伤亡的假象。程家阳，你给我闭嘴！
爸，没想到你也会害怕。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小飞，我警告过你的，你不要命了。小飞，我不想你高高在上的神，拉我下地狱吧，或者亲手杀了。程家阳，你知道地狱长什么样吗？你承受得住吗？我不在乎，我只要，哪怕是你父亲的真实面目，哪怕是你母亲的死亡真相。17年前，你母亲为什么站在我们家的人是我父亲？为什么？程家阳，这是你的选择，欢迎你来到地狱。接下来是场硬仗，如果我输了，我要你永远都记得我。我不会让你输的。家阳，你是我的儿子，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是吗？可我怎么从来都没觉得我真正的认识过你？我一直以为你一直对我残酷严苛，是对我期望高。我一直以为你不让我去看我妈，是因为你真的在关心我。但是我怎么会想到，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真的有把我当过你儿子吗？还是说我对于您来说，只是你的一个棋子，一个引子罢了？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以为你至少是爱着妈妈的，她那么爱你，你有没有想过，她最后因为你的利益死在你的手里的时候，她在想什么？你对得起她吗？老周，把他给我带走！这什么情况？看谁敢动！程定国，你的死期到了。程叔叔，我们又见面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棵树，那棵树怎么在这儿？李杰，当然是要阿姨看看你是怎么死的。你要干什么？我可是副总统，你敢动我，总统和全国人民不会放过你的。啊？是吗？你当初因为利益杀害我爸的时候，你想过有这么一天吗？老裴这样的人，他不适合政界。即便不是我，他也会死在别人的手里。你真该死！
成王败寇，完人了，动手吧。让我来。嘉阳，别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我妈取的，你没有资格叫。你觉得我残忍自私、手段毒辣是吗？你有没有想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铺路？你妈妈是为你死的，不是为我死的。闭嘴！你怪我？我恨你！来，杀了我，亲手杀了我！为了你妈，为了你心里的恨，报仇，开枪！爸，你这一辈子都在在乎你那些不值钱的体面，今天与其让你死在仇人的手里，让你受尽屈辱，还不如我一枪把你杀了，为算我们的父子之情，我报答你的养育之恩。怎么下不了手？你还真不像是我的儿子。以后你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心不够狠，怎么能爬得更高？爸帮你。嘉阳、友谊，这件事国家自会来决断，不需要你们来审判。爸，我总算为你报仇了。程家阳，一切都结束了。我和你也是。也曾经过大风吹，吹啊吹，也曾见过纸鸢飞，飞啊飞，也曾恨因果难对，推啊推，也曾沉溺于春吹，醉啊醉。也曾被香甜的泪给告慰，也曾被轻轻昨日，迦南共和国圣外斯举行联合军事行动，整治了臭名昭著的集中营，释放多位被污名的无辜战俘。请问这些树是你种的吗？你好，我叫裴友谊，很高兴认识你。别走了，命运不是征服，抓紧我飞。你好，我是魏嘉阳。你是我全部，刻骨领悟，对你太在乎，灵魂深处。你是我全部，刻骨领悟，对你太在乎。